就在俄乌筹备谈判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突然下令，将俄罗斯包括核武器的威慑力量置于特殊战备阶段。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一向普京报告说，俄战略导弹部队、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远程航空兵的执勤力量均已加强，开始战备值班。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态称，普京正以一种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方式升级战事，对此必须以尽可能强硬的态度进行回应。中国外交部再次强调，围绕欧洲安全问题，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有关各方均应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据路透社报道，普京周日以北约领导人的挑衅言论和对莫斯科的经济制裁为由，命令他的军事指挥部将俄罗斯的威慑力量，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单位置于特殊战备阶段。Приказываю министру обороны и начальнику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еревести силы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особый режим несения боевого дежурства. 俄罗斯国防杂志主编罗特琴科表示，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平时并不会有具体任务，而当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即意味着俄罗斯已经针对具体情况为战略核力量和非战略力量设定了具体任务。也就是说，俄军可以随时使用战略性和非战略性武器来抵御入侵。从这个我们说苏联时代开始呢，它就有一般来讲部队是4级的战备状态。那么特别战备状态呢，通常指的是就是在普通部队以外的国土防空军呐，包括我们说这个反导和这个导弹兵啊，包括你像这个电子战部队，那么这些部队长期处于就是次级强的这种战备之中。那么在这个等于比次级更强的，还有就是所谓特别战备状态。那么这个可能距离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所谓第1级，那么只差一点儿。那么它实际上就有点相当于我们说这个。就你要把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装备准备好，去应对马上开始的作战。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此询问中方立场。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局势变化，支持一切有助于缓和局势和政治解决的努力。中方注意到有关各方在核问题上的表态，我要再次强调，围绕欧洲安全问题，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当得到重视。在北约连续5轮东扩的情况下，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有关各方均应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随着俄罗斯将战略威慑力量摆上台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 BBC 和 CNN 采访时表示，这证明了目前形势的严峻，以及我们真正团结起来的必要性。普京的表述是一种危险的措辞。与此同时，斯托尔滕贝格拒绝对北约的下一步回应做出表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表示，普京正以一种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方式升级战事，对此必须以尽可能强硬的态度进行回应。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则表示，普京的策略是通过臆造一个俄罗斯受到威胁的场景，以便为自己的侵略提供正当性，而俄罗斯从未在任何时间上受到过北约或乌克兰的威胁。按照惯例，拥有最多核弹头的美俄两国虽然在任何时刻都会保证己方的陆基以及海基核力量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但是以战略轰炸机为代表的空基核力量并不在此列。随着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一旦该国的空基核力量处于待命状态，美方依照预案以及对等原则，将极有可能同样派遣战略轰炸机彻底激活空基核力量。此举无疑将使得局势进一步升级。到现在为止，按照美国的媒体的一些报道呢，美国方面至少在美国的白宫看来，美国还是不一定要马上去对等的进入到 DEFCON 2。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考虑到，如果双方真的进入到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你想要让局势失控很容易，但是你要想让局势降下来，那么现在来看确实反而会比较困难。而且我们说，既然这个俄罗斯提法是他认为他判断这个北约可能对俄罗斯发动进攻，那么北约方面一直坚称自己没有威胁俄罗斯，
没有准备对俄罗斯发起进攻的话，那么双方的这种我们说对等提升的其实没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本月19号举行了计划内战略威慑力量演习，期间发射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匕首和锆石2款高超音速导弹。参演部队涉及俄空天军、南部军区、战略导弹部队、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等部队。有分析指，无论俄罗斯进入战备状态的战略威慑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俄乌谈判的进程，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莫斯科方面近年以来多次以核武器做文章的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乌克兰问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依然是冷战结束之后，欧洲核力量的平衡正被逐渐打破。作为苏联军事力量的最大继承国，俄罗斯时至今日仍然拥有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核武库。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的统计，俄罗斯拥有现役与非现役核弹头6255枚，美国为5550枚。此外，英国、法国则分别拥有225枚和290枚核弹头。不过，俄罗斯在欧洲大陆的战略武器层面的优势，实际上并没有纸面数据那么漂亮。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于，北约部署的核武器距离俄罗斯国境越来越近。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通过核共享协议，仍然在比利时、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部署有核武器，尤其是部署在德国的 B61核弹，一直被俄罗斯人视为安全隐患。以该战术核弹的最新型号 B6112为例，其重量仅为375公斤，能够轻松被 F-16CD 等轻型战斗机携带。这也意味着，如果北约将 B6112部署到波兰最东方的登布林基地，理论上能够在40分钟后将其投到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倘若选用隐身性能更佳的 F-35搭载 B6112，则对俄罗斯的国土安全威胁更大。而德国近年来努力使本国非核化，使北约一度考虑过撤走部分部署该国的 B61战术核弹，但是并不是向西撤走，而是进一步向东搬至波兰。这也是去年底俄罗斯威胁将核武部署到白俄罗斯的直接导火索。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上周一曾指出，乌克兰已经宣布有意重新成为有核国家。俄罗斯对于自家门口核武器部署密切关注的背后，实际上仍是其一贯以核制常的国防政策。作为为数不多还能够拿得出手的杀手锏，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就放弃了苏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愈发依赖其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中扮演的筹码地位。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周日在富士电视台一档节目中再三主张，鉴于俄乌局势，日本国内应该探讨与美国的核共享相关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痛批安倍这一危险言论。日本政客近期频频发表涉台谬论，甚至公然发表违背本国无核三原则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义务的妄言，抛出同美国核共享话题，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阴魂不散的危险动向。